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如果你不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我建议你不要读这本书。我自己每次读完这本书之后呢，我都要拿起一本佛经去看，因为里面的内容毫不夸张的讲，就好像一把倚天剑一样，轻轻的碰你一下，你就拜拜了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把里面的东西拿去害人的话，这人轻则残废，重则死无葬身之地。你可能觉得我的话很夸张，但我告诉你，这本书在古代是可以把人家整个国家给灭的。那么在我做生意之前呢，也是一个小白，结果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呢，我的容貌瞬间的苍老了几十岁，那些老奸巨猾在我面前呢，都是傻子罢了。而这本书呢，就叫做鬼谷子，大家都听过悬梁刺腿这成语吧？就是说苏秦这人读书很认真，然后为了防止自己打瞌睡，所以就把头发用绳子绑在屋梁上。这还不够，这个狠人呢，在他读书犯困的时候，还会拿锥子去刺自己的大腿。他说这样就能够保持清醒啊。那么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，都把重点放在他努力读书上面。但你有听过他读的是什么书吗？真正就是鬼谷子啊。这苏秦包括什么张仪、孙膑这些伟大的政治家，还有那个骗秦始皇说要去找长生不老药的徐福，都是鬼谷先生的徒弟。对啊，徒弟都这么厉害了，更何况师傅呢？鬼谷先生其实也没有干过什么大事，但江湖上就一直流行着他的传说，因为你真的找不到有一本讲谋略的书比他厉害。就好像一盘棋局，黑子和白子都是你自己下的，所有人包括是消费者、客户、老板、员工都可以是你的棋子。但是一本这么牛的书，难道就真的可以随便给任何人看吗？为什么很多人看完了这本书感觉自己很牛，但实际上还是一无所有呢？我读了很多遍鬼谷子之后，我才发现这本书必须要倒反过来看的，就是从后面开始去看到前面。我认为鬼谷先生是一个营销高手，这本书本来是写给帝皇或者是贵族去看的，但如果只有这些人看的话，这本书很有可能会失传。所以他把最不重要但又最吸引普通人看的内容呢，放到最前面，就是一些招式的部分。而真正最重要的、最沉闷的，当你听懂就可以瞬间起飞的心法呢，它就放到最后面。因为当你吸收到纵横家的思想之后，你根本不需要前面的招式。所以很多人看着看着就会发现前面的好像还可以操作，而后面的好像实际性不大，所以就不看了，以至于他们以为自己读过这本书，实际上呢，跟没有读过没有什么两样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听过，因为都是我领悟出来的，连我最得力的帮手也没有分享过。希望大家可以点赞支持我一下。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想要和我连接，除了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，还可以去 TikTok 关注我扫地僧。首先，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世界玩的是什么游戏。当年这张仪啊，被人揍，被揍得半死不活的，然后他就被抬了回家。当时的他只关心一个问题，他就问他的老婆：“我的舌头还在吗？”他的老婆点点头，然后张仪就非常的开心。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傻了，只有他知道，只要他的舌头还在，他就还可以飞黄腾达。果然，他最后仅凭一根舌头就当上了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相国啊！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世界所有你能够认识到的名人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名人，都是靠他们的舌头。你看看拜登、里安纳度、马云、比尔盖茨，哪一个不会说话的？换句话说，你这辈子只需要研究一件事，就是说服别人。因为当你能够说服别人了，你其实什么都不用干。在鬼谷子看来，钱就是物。如何操纵物呢？很简单，用嘴巴。你想赚人家口袋里面的钱，就去说服他，他就会把钱乖乖的双手奉上。比如说美国总统很牛，对吧？肯定日理万机，但你会发现整个国家99%的大事都不是他干的。他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说服他的手下，替他去完成他的想法，然后去说服其他的国家、商人、银行家、有钱人跟政府合作。这个就是政治啊。那你再去看看演员，他们为什么赚这么多钱？他们演的戏、代言的广告，是不是也只是说服你成为他们的粉丝呢？然后你再去看看马云、比尔盖茨，他们都不是搞技术、搞发明的人，都是他们手下的人干的。他每天的工作呢，就是说服手下的人去帮他赚更多的钱回来，然后出来演讲、搞慈善、搞公益。那你看看传媒是不是免费的报道他们，免费的为他们增加知名度啊？先不说这能为他们的品牌带来多少的利润，
我们看股价，每涨1块，他们就多收几十亿美金啊！所以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呢，早就在几万年前被鬼谷子说透了。口者，心之门户也。简单来说就是，我们的嘴巴是我们表达内心想法的门户。为什么别人愿意替我们完成工作？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几个朋友好像随从一样跟着你？你们有没有当过老大或者是当过小弟？为什么他们愿意免费追随你呢？很多人会说是因为人格魅力，我不喜欢这个词语，因为很虚。直接点说吧，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思想植入到别人的脑子里面去，简称洗脑。大家听懂了吗？说服就是洗脑。然后你看，为什么这世界97%都是穷人？你看看他们怎么去说服别人就知道了。大多数人呢，都是一股脑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，以为自己说的多就是口才好，不冷场就是语言大师，然后就是觉得只要多说就能够让对方马上的接触到你的信息，最后就会听从自己。那么这些人在我们看过鬼谷子的人的眼里，就是讲废话。你讲话达不到目的，而且你还浪费了别人的时间，那还不如不讲。滔滔不绝代表什么？就是你输出的资讯太多了，而人的记忆是有限的，别人抓不住重点，也就是说不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。所以我们做生意的人呢，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笑嘻嘻的，在你面前话很多的人。这种人呢，不需要听他讲什么，你就知道他的社交地位很低，那么他讲的话也不可能打动我们。所以在酒会一般看到这种人过来打招呼呢，我们都会找借口走掉。其实说白了，这世界你要说服别人，简单来说就是你要把自己卖出去。普通人是在干什么？去公司面试，希望别人录用你；跪舔客户，希望他们帮你开单；又或者去追求一个女生，这个叫做销售。当然把销售做得好，也能够赚到比普通人更多的钱，但问题是这条路很苦。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让别人主动的来求我们呢？主动的把钱交给我们呢？这叫做吸引，叫做营销，其实非常简单。而且如果你有心想要达到财富自由，你不需要冒股票投资的风险，你只需要按照我的3个步骤，就可以在旅行的时候，在带小孩的时候都能够获得被动收入。而这个收入绝对足够你每一年去买房买车。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，我把它总结为一个系统，然后免费的交给你，你可以尽快的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报名。如果你听到最后，我还会送你一些本应该收费的礼物。好了，如果你想要尽快的吸收鬼谷子的思想，首先你需要记着百合2个字。百就是打开前进的意思，合就是关闭防守的意思。在古代有一个叫李煜的人呢，他写了一首艺术成分很高的词啊，问君能有许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这词呢非常的美，完全表达出他这个亡国之君的悔恨，实在太棒了。结果呢他就被宰了。这种呢就属于比较傻的。人家当朝的皇帝听到你这个词，心想难道你还想要造反吗？不过这种故事呢在后世居然被歌颂，以至于现在很多人在处于弱势的时候还去装个英雄。比如说一群人都在讲老板的坏话，有个傻子就冲了出来，当着老板的面去骂他，然后有的人呢也跟着去骂，结果骂老板的人呢都被解雇了，很爽对吧？这个就是在弱势的时候还去打开自己的嘴巴。相反了，刘禅大家都听过吧，后世的人都骂他乐不思蜀，就是他被人捉了卖了，他还帮人家数钱。那这种绝顶聪明的人呢，居然还被人骂，人家的刀子架在你的头上，难道你还去把头伸直吗？这个时候当然要闭上你的嘴巴啊，有错吗？我们混社会去赚钱，就记着这个比喻，百合就好像开关一样，你下班回家按下开关，那么灯就会亮了，那就是阳面，光明的一面，没有隐藏的，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一面。而当你睡觉的时候，你再按下开关，灯就会熄灭了，这时候四周就会黑漆漆的，也就是黑的一面，是不为人知的，是隐藏起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要回家的时候关灯，睡觉的时候开灯。所以当我们去说服一个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去洞察这人是阴的还是阳的。鬼谷子说，故与阳言者一崇高，与阴言者一卑小，以下求小，以高求大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这不是大道理啊。一个人之所以混不进上流社会，就是他忽略了这个严重性。在古代，你爬得越高，你常伴在君王左右，那么如果你不懂把握君王的性情，你直来直去的提意见，
就算你的意见再好，你的脑袋也得要丢下来啊。在现代其实也一样，身败名裂的人呢，往往就是语无伦次的人。那我们怎么才知道什么时候摆，什么时候和呢？这时候就到鬼谷子的精髓，就是揣摩。揣就是侦查，摩就是试探。你刚认识一个生意的伙伴，你想要赚他的钱，又或者你看中一个女生，你想让她成为你的女朋友，又或者你想要升职加薪，这时候你先不要想怎么说话这个问题，你应该要去做市场调研，去收集你对象的资料，对他做背景的调查，看看他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对什么有需求，他想要什么，他怕什么，你都得知道。如果你能够融会贯通的话，这其实跟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是一个道理。你可以从他的社交网站，或者从他身边的朋友去打听，都是可以的。不要嫌麻烦。当你收集到他的资料以后，这时候你记着，你就好像一个演员，然后收到一份剧本一样，你就要设身处地的站在那个角色的角度，还有立场去思考问题。你要带进去，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。记得把所有的细节都看完，这样你就能捕捉到他的心态。相信我，你做了这一步呢，你就可以马上知道你自己应该在他面前说什么，还有做什么，这就可以有一个预判了。这就是揣，然后我们就要去磨，就是去投石问路，抛砖引玉。这重点呢不在抛砖，而是在隐喻啊。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对方有没有反应，以及有什么反应。我们只是施术，就是用一些招式，但主要还是诱导对方去采取行动。如果他没有行动和反应，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效果。商鞅变法大家都听过吧？听过也没有什么用，不要搞错重点。我们要知道的是，商鞅这人到底是怎么混起来的。当时他第一次见到秦王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秦王的品性啊，那怎么办？先揣后磨，对秦王做了背景的调查，然后慢慢的试探。他们两个人第一次交谈的时候呢，商鞅就轻轻谈了一下地道，然后看到这秦王冷漠无言，他就马上闭嘴。第二次见面，他就说了一下王道，不过这秦王还是无精打采的。那 OK， 第三次见面，他就大力的主张霸道，这次总没错了吧？结果这秦王就跟弹簧似的弹飞了起来。这两个人呢，就废寝忘食的畅谈了整个晚上。最后商鞅就用了法家思维，对秦国从头到尾的进行了改革，而整个过程呢，都是秦王大力支持的。也就是说，老子给你撑腰，你放手去干吧。所以你可以去想一下，当时这人的地位，简直就是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啊！所以在磨的这个阶段呢，你不要一下子的把话说得太满，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全部罗列出来，你要从不疼不痒的话说起。一点一点的去试探他的底线，他的欲望，他的恐惧等等。那我们怎么才知道这些呢？这时候鬼谷子就说，我们要看这人的反应。这反应你可以理解为对方给你释放的信号。比如我自己做生意的，我会说几句简短而恰当好处的话，开启一个话题，然后我就不说话了，让我的客户去讲，让我的合作伙伴去讲，慢慢的去试探他的态度，观察他的眼角眉梢所流露出来的细微表情。他讲得很爽的时候呢，我就夸他两句。你怎么知道他爽呢？就是笑嘛，开心嘛，你会自然的感觉到他的能量的。这就是对我们释放了友好的信号，他打开了自己的嘴巴。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嘴巴闭上，这样他们就会对我们浮现出他们的品性。当我们已经可以完全拿捏他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打开自己的嘴巴，把对方的嘴巴闭上。比如说我已经知道他的痛点就是宣传无力，那么我就可以按照这一点，然后给他一个解决方案。这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产品和服务。大家看到了吗？整个过程呢是非常投机的，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。我们把产品也就是解决方案给出去，然后就可以把钱收回来。很多人跟人家谈话就是充满未知性的，就是为什么你会很容易得罪人呢？又或者不能让别人为你所用呢？就是因为你不能够事先的预见，你都是随心的跟人家谈话，想到哪就讲到哪，那这样是很可怜的，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我遇到很多的创业家，他们一直混不起来，不是说他们脑子笨，有些人的商业模式或者是赚钱模式的理解呢，比我都厉害很多。不过你出来做生意，你想要赚别人的钱，光凭模式是不行的，你要需要跟人打交道。
我发现越聪明的人呢，他们就越喜欢通过辩论来凸显自己。对啊，我辩论不过你，你让我沉默了，但我也不想把钱给你赚了。也就是刚才说的，在酒会笑嘻嘻的那些人，看我搭理他，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讲，这样只会让我看到他更多的弱点。其实整个过程跟捕兽差不多，首先我们必须要找到野兽出没的地方，简单来说就是背景调查，就是揣。然后我们除了要布下绳网，我们还需要在里面放下诱饵。整个过程呢就是磨，一旦这些野兽有反应，我们就只需要立刻收网就 OK 了。那这些就是鬼谷子前面书的部分，而我一开始就说了，真正牛的内容呢在后面，所以要从后面开始看。后面有一章叫做本经音符七术。如果你看武侠小说的话，这就等于内功，所有的招式在内功深厚的人面前呢都是作样一样。这你去追女生是一个道理，今天你是一个有内涵的人，有自信的人，你内心是丰盛的，其实你不需要什么技巧，女生也会喜欢上你。所以这一篇的内容呢，就是透过调整一个人内在的状态，从而提升外在的表现。那如何做到呢？2个字，圣神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精神弄得很旺盛，很强大。那什么是精神呢？注意听了，不复杂的。精神就好像一辆车的燃料，就是一种能量，可以是电，也可以是燃油。那么我们人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在工作或者是在思考的时候，都需要损耗我们的能量。今天你去打篮球，你睡了12小时去打，跟你9点下班才去打，是完全2个状态，你的表现也会不一样的，这能够理解吧？好了，但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。鬼谷子心法之所以厉害，就是可以帮我们看透这个世界。换句话讲，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瞬间知道如何赚他的钱。你听到一件事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瞬间的把这件事变成你赚钱的工具。甚至邪恶一点，你再也不会被人家害，被人家骗，只有你才可以做这些事情。因为当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呢，他下一步想要干嘛，他闭着眼都知道。达到这种状态的人呢，被鬼谷子称之为圣人，这不是夸张啊。鬼谷子的弟子都可以达到差不多接近这圣人的状态。原理是这样的，圣人之所以能够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够洞彻本质，就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外在感官，然后与内心建立连接，用外在感官去感知，再用内心去分析，这样的方法就叫做心术。而你要去练这个心术，首先你必须得保证我刚才说的，就是内在的精神力量是非常旺盛的，否则你的心术就不能够通达。换句话来说，人的精神能量其实就是内心与外界之间的桥梁。只有在一个人的精神能量非常充沛的时候，他的精力才会由内而外的去进行发散，通过外在感官蔓延到其他事物之上。这就是鬼谷子所说的以心观物。虽然我远远还没有达到这个状态，但老实说，我对人性的事物的理解呢，有的人活了一辈子也未必有我看得透。因为鬼谷子还真的记载了修炼和培养自己精神能量的方法，让他由弱小变得强大，从匮乏变得充沛。我认为每一个跟我当初一无所有的人呢，你不需要学得那么复杂了，你就学这就行了，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。鬼谷子一句话就给出完美的解答：静和者养气，养气得其和。这里的静就是让你的内心保持平静，不要过喜，不要过悲，不要动怒，不要生出过分的欲望，因为这些过于激烈的情绪呢，都会严重消耗到你的精神能量。你幻想一下，你的内心就是一个锅，你的精神能量就是锅里面的水，而你的那些情绪就是燃烧的火焰。那么当你的情绪越激烈的时候呢，你这团火焰的温度就会越高。与此同时呢，锅里面的水就会蒸发得越快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想要保证自己的精神能量不要过度被消耗，你就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让自己的内心长期处于一个平静的状态。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平静下来之后呢，我们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会变得协调有序，整体上也会随之涌现出一团和气的状态。这团和气呢，就叫做德，它的作用呢，就是滋养一个人的精神能量。总体来说，就是以德养神。如果能够在这一条道路上走到最高的境界，那么就会与道相合，成为传说中的真人了。那么我们这些人想要的就是赚钱嘛。鬼谷子的思想，钱为何物？钱就是流动的水，就是现金流。不过这跟自然界水往低处流的规律相反，
钱是往高处流的，也就是流向上层。所以全世界的钱，3%的人就掌握了97%的财富。也就是说，你站的位置越高，你周围的钱就越多。然后你会发现，钱是不是越来越多？那多出来的钱流去什么高的位置呢？你会发现，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出现，都会为这个世界增加巨大的财富。也就是说，这技术就是高的地方。蒸汽机、电灯、互联网，这些都是技术的高峰。然后你会发现，技术是被人引领的，而人是被需求和欲望引领的。也就是说，钱会流去人类需求和欲望的地方。那现在和未来的10年，人类的需求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这里 YouTube。这将会是一个全民创业的时代。当其他人都在 YouTube 看影片的时候呢，而如果你现在制作影片，那么你将会垄断这个市场。就好像我从一个商人做自媒体，到现在差不多40万的订阅，仅需要用1年多的时间。而整个过程呢，我并没有从我公司投入过1分钱。我只用一部电脑和手机就分享到现在，我每周只需要制作1部影片，我的广告费就有$6000多。但这仅仅是我1%的收入。如果你想要跟我一样把兴趣发展成事业，比如你是一个魔术师，你可以继续做魔术，但你赚到的钱呢，可能会比世界级的魔术师更多，因为在 YouTube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。而这一切，就算你没有任何的兴趣、技能，没创业过，不懂营销、设计、剪辑、写作等等，我都会把它制作为一个可以复制的系统。你只需要变通套用在自己的身上，你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24小时自动赚钱机器。那么我把这些都放在我的创业商学院里面，我会在里面永久的更新，你可以无限的重播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在加入我们还会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。我们团队除了解读100本书以外，我还会不定期的分享财富自由的课程。你还可以加入我们几千人的 Facebook 精英群，里面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生意，分享赚钱的资源和资讯。那有兴趣成为我的弟子，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啊！百合者，百者增量，合者存量。百合之道就是在增量和存量之间来回的切换赚钱的模式。我们父辈那一代，大多数人呢都是一穷二白的，然后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厉害，所以他们就面对巨大的洪流，谁的胆子大，谁敢往前冲，谁就能抓住巨额的财富。而从宏观来看呢，其实现在的时代属于财富存量，富者更富，穷者更穷，因为阶层已经形成了固化，资源都集中流向上层，然后被固化了起来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几十年都有一波接着一波财富增量的机会，也造就了无数的富豪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做的，就是看钱往哪个地方流，就看资本在玩什么。资本看好这个赛道，不用犹豫，第一时间往上冲，速度决定高度，跑得快才能冲破阶层的天花板。在下一个时代技术革命出来之前我们想要赚钱就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掠夺。在钱的流动赛道上，自己先去挖一个口子，让一部分的钱流进去我们的口袋，这就是鬼谷子的心法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